2K 分辨率，100% DCI-P3 色域，165赫兹高刷新率的 IPS 屏，配上 R9加3070的核心，再加上90瓦时的大电池，这样的配置塞进不到20毫米的机身内，那简直就是理想中的全能本嘛。只不过呢，现在的这个时间点，这台机器给人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。废话不多说，这期视频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这台全新模具的全能本 ROG 幻15。先来看一看配置，幻15搭载的是最新的 R9 5900HS 处理器，8核心16线程，显卡则是 RTX 3070，最高功耗为100瓦，不支持独显直连。内存为 DDR4 3200兆赫兹，由 8GB 板载和 8GB 插槽组成的 16GB 双通道。硬盘是 1TB 的海力士 BC711，屏幕参数刚刚已经提到了，高分辨率、高刷新率、广色域，基本上把各种卖点都凑齐了。售价部分，3070版本的首发售价为13999元。不过啊，这台电脑的缺货现象非常严重啊，现在已经涨了差不多2500块了。目前参考售价大概在16000左右，价格比较高。我们拿到了这款幻15，配色为月曜白，外观上还是非常 amazing 的。A 面由8279个细小孔位构成的点阵分割成两半，在不同的光线角度下可以呈现出彩虹一样的反射效果。ROG 管这个设计叫幻彩棱镜光效。左下角的 logo 和转轴都做了镜面处理，配上这个雪白的机身，精致感拉满。屏幕可以轻松单手开合，背面就是这块 2K 165赫兹的广色域屏了。高分辨率屏幕的观感确实不错啊，但是这个边框嘛，即使是下沉式的转轴能把下巴稍微藏起来一点，那这个边框我觉得还是有点太宽了。而且呢，屏幕没有自带摄像头，视频会议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麻烦。开机键位于右上角，集成了指纹识别，小键盘依旧被省略掉了，方向键依旧是半高啊，按键的键程呢为 1.7毫米，手感中规中矩。幻15的触控板我觉得是值得吹一下的，虽然是塑料材质，但是滑动和点按的手感都很好，而且呢面积非常大，用起来应该是蛮爽的。整个 C 面的触感一般，摸上去有一些涩涩的感觉，但是呢这个白色涂层非常耐脏，就算是硫酸手也很难在上面留下痕迹。地面就是常规布局了，2排长脚垫，下方是音响发声口，上面是2个风扇的进风口。大家觉得幻15这个外观可以打几分呢？我觉得8分吧。现在的这些创意设计 PC 很多都是去模仿苹果的设计 ，CNC 的金属外壳配上灰色或者银色的外观，好看是好看啊，但是看多了就有一些乏味了。而幻15就不一样了，它在保留了 ROG 张扬风格的同时呢，通过点阵、镜面和白色涂装等设计，做出了另一种精致感，相比那些传统外观的笔记本要更加新潮一些。下面再来看看接口，幻15的接口种类还是很丰富的，2个 A 口、2个 C 口都是 USB 3.2正2速率。C 口还支持100瓦的 PD 充电，同时呢 HDMI、RJ45 网口、耳机耳麦接口和 microSD 读卡器也都给你配齐了。当然了，大部分的接口位于机身的左侧，可能有些拥挤，但是呢这台电脑的左右后侧都是被设计用来出风的，好像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地方可以放这些接口了。接下来进入实测环节，首先是屏幕，这块面板来自群创，出厂呢自带了一个颜色配置文件，实测色域容积为 103.2% 的 DCI-P3， 色域覆盖 97.5% DCI-P3。色准方面，以 DCI-P3 色域作为参考，平均 Delta E 为 1.59， 最大 Delta E 为 3.41。针对创意设计 PC， 我们也测试了一下它的屏幕均匀性，结果不太理想。屏幕中央的区域能够达到360尼特最大亮度，边缘就只有330尼特了，偏差大约是 10%， 敏感的人应该可以看出来。屏幕为不伤眼的全亮度 DC 调光。响应时间方面，它的黑白响应时间为 9.2 毫秒，灰阶响应时间为 6.4 毫秒。这有没有觉得不太对劲啊？灰阶响应竟然比黑白响应都快啊！那我们再仔细看一下波形图，它在每一次上升和下降的时候都出现了超出顶部的过冲现象，这说明这款屏幕采用了 Overdrive 之类的加压技术，提高了灰阶响应时间。在奥创中心的系统设置中，有一个默认打开的屏幕快显按钮，我们把它关掉，重启电脑，此时黑白响应时间不变，灰阶响应时间则变成了 13.6 毫秒，这就比较正常了。对于这种支持2种显示模式的屏幕来说，开启 Overdrive 可以降低灰阶响应，减少拖影，但是画面出现了萎色和鬼影的情况也会增加。具体怎样选择就凭个人喜好了。总的来说，除了均匀性略差以外呢，这块屏幕的综合素质是非常不错的。以前高分辨率和广色域的创意设计屏和高刷新率、高响应的电竞屏往往是不可兼得的，现在呢，这种全能屏终于出现。不过 Windows 环境下必不可少的色彩管理，在这台电脑上仍然缺席。幻15在显示 sRGB 内容时，还是会出现颜色过饱和的问题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幻15的性能表现。首先是这颗 CPU R9 5900HS， 虽然名义上是 R9， 但是核心数还是和 R7 一样，都是8核心16线程的规格。主要的不同之处呢，在于最大加速频率提升了 0.2 GHz。
而 HS 后缀表明了它是一颗热设计功耗为35瓦的 CPU， 与那些45瓦的真标 RU 相比，在低功耗下能效比会相对好一些。从 Cinebench 和国际象棋的跑分来看，35瓦下的 R9 5900HS 多核性能大约是45瓦下 R7 5800H 的97%，用78%的功耗做到97%的性能，这个 R9 的能耗比还是挺高的。那如果呢把它的功耗提升到45瓦，那性能就会超过 5800H 8%左右。不过呢，相比35瓦提升并不大，看来它的性能功耗甜蜜点确实是在35瓦左右。在单核性能部分 ，R9 多出来的 0.2 吉赫兹频率让它相比 R7 有了大约3%的提升，聊胜于无吧。以上是限制功耗测试的成绩。在幻十五上，依靠着液态金属的加持 ，ROG 把这颗 R9 的功耗解锁到了60瓦，R20循环成绩跑到了将近5000分，这个分数足以让那些英特尔处理器的后端游戏本瑟瑟发抖了。也就是说呢，虽然幻15只是一台厚度不到20毫米的轻薄型设计本，但是它的 CPU 性能还是很猛的，没有必要担心。然后再来看看显卡，在幻15上，这张 RTX 3070的功耗范围是75到100瓦。从实测表现上来看，墨屏状态下，幻15的显卡分数要比那些搭载105瓦3070的机型低5%左右。不过呢，华硕一贯的显卡超频没有在上面缺席，在它打开增强模式之后，核心频率会增加100兆赫兹，显存120兆赫兹。超频之后就能抹平这5瓦功耗带来的差距了。这还没完啊，在奥创中心里还有一个手动模式，我们试试把核心、显存、风扇都拉满，再跑一遍分。此时呢，3070的功耗没有变化，但是分数已经和95瓦的3080在同一水平了。从这些结果可以看出，对于3070和3080这些采用 GA104 大核心的显卡来说，100瓦左右的功耗真的是不太够用啊，拉不开多大差距。而在墨屏状态下，100瓦的3070和140瓦的满血版相差也不少。还是那句话，这一代显卡一定要看清楚功耗再买。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，手动超频会增加系统不稳定的概率，而且呢，也不是每台机器都能像这样随随便便就拉满过测试的。为了能真实反映幻15的普遍表现，接下来的生产力和游戏测试都是放在增强档位下进行的。考虑到这台电脑的使用场景，我们先进行内容创作方面的测试。在最常用的 Adobe 3件套中，凭借着新卡加新 U 的优势，幻15的表现要比去年那些英特尔加20系的显卡笔记本好一些。相比于类似配置的天选2，幻15的 PS 性能也提高了一截，应该是更适合内容创作了。然后是反映工业软件性能的 SpecView 2020，这个测试比较吃显卡性能，幻15的表现总体来说要比天选2好一些，和显卡功耗更高的 Aorus 15G 互有胜负。当然了，光顾着生产力肯定不行啊，工作之余呢也要玩2把游戏放松一下嘛。只不过呢，这个实测结果啊，你想玩呢肯定是能玩啊，但是呢，大多数3A 大作都没有办法做到全开特效60帧，正常玩的话还是得降低一些画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幻15在功耗的分配上和以往的那些笔记本不同，其他的游戏本一般是 CPU 低于30瓦时，显卡就可以给到最高功耗，而在幻15上 CPU 要低于15瓦时，3070才能保到100瓦。像《全战三国》这种对 CPU 压力比较大的游戏 ，CPU 吃掉35瓦功耗，显卡就只能给到80瓦左右了，作用帧数就比较低。而且呢，幻15既没有独显智联，内存也是2BG 的，即使在一些不那么吃 CPU 的单机中，100瓦的3070应付 2K 这种高分辨率也是比较吃力的。而在网游部分，低画质的 CSGO 197帧，最高画质的 Dota 2平均116帧，流畅运行还是没有问题的，就是没有游戏本那么爽。总结一下吧，凭借着 R9 的高能耗比和华硕祖传的显卡超频，幻15理论性能和生产力项目表现还是不错的，也可以算是实现了体积和性能的平衡。不过呢，它的游戏表现并不算很好，2K 分辨率下没有直连的100瓦3070有些不够用，不适合专门用来打游戏。测完了性能表现，当然也要测一下散热了。对于幻15这个体积的创意设计 PC， 我对它的散热还是有些担心的。室温25度，在增强模式下单烤 FPU，CPU 的温度维持在88度，功耗61瓦，频率3.8G 赫兹。单烤显卡3070的温度维持在75度，功耗100瓦，频率1440兆赫兹。双烤 CPU 在一开始的时候功耗会冲上55瓦，大约3分钟之后逐渐限制到35瓦，最终温度稳定在85.6度，频率3.0G 赫兹。显卡功耗受到 CPU 影响，一开始是最低的75瓦，CPU 降到35瓦后，显卡也会回升到80瓦，温度75.3度，频率1245兆赫兹。满载时的人为噪音为53.4分贝，和游戏本差不多。对于这种体型的笔记本来说，幻15的这个性能释放可以说是很不错了。而且呢，从核心温度来看，似乎还有一点提升功耗的空间。那么它为什么没有做呢？这个大家看表面温度就知道了。幻15的高温区域主要在键盘中部，温度最高的键帽恰好落在截图键 F6上，48度，有点烫手。
如果再提高功耗的话，表面温度很可能会失控。考虑到这台电脑的用途不止于打游戏，键盘中间的高温应该会对使用造成比较大的影响。总的来说，幻视5的核心散热确实做得不错，但是表面温度较高，实际使用体验要打折扣。侧完了散热，我们也把它拆开，看看是什么样的散热模组让它有这样的表现。幻视5的拆机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啊。首先是中间这个橡胶垫片，下面是藏有螺丝的，拆解前呢需要取下来，然后是要注意这个右下角的这颗螺丝，拧松就可以了。如果像我一样强行拧下来，那很可能就像我一样再也装不回去了。揭开底盖，仍然是熟悉的红色主板，可以看到它采用了6热管双风扇的散热，这个规格别说创意设计 PC 了，放在游戏本里都算豪华的。CPU 部分采用了液态金属作为导热介质，自行拆解容易导致主板短路，维护工作建议交给售后。这种堆满料的散热其实可以降低烤机时的核心温度，但是表面温度还是与机身的隔热效果有关。在这种不到20毫米的机身里，想要做好隔热是非常难的。幻视5这个表现也是尽力了。再来看看其他部分，内存规格为 DDR4 3200兆赫兹，8GB 板载加 8GB 插槽的设计。跑分看图，比较遗憾的是，板载的内存有2BG， 即便把插槽内存换成4BG， 在读显性能上和2根4BG 的内存还是有些差距的。如果你是对性能有要求的玩家，那只能期待更大容量内存的版本上市了。下方是海力士的 BC711固态硬盘 ，TLC 颗粒，支持 PCIe 3.0x4，旁边还有一个预留的 M.2 硬盘位，支持 PCIe 3.0x4速率，有需要的可以自行加装。左侧是支持 WiFi 6的英特尔 AX200 无线网卡，下面是90瓦时的大电池。实测 PCMark 时，现来办公的续航成绩为9小时30分钟。这台电脑在离电状态下会把屏幕刷新率降低到60赫兹，这个成绩也是在60赫兹下测得的。好了，看完了配置、外观、屏幕、性能、散热拆解之后，相信你对这台电脑有了一定的了解。我们照例总结了3条优缺点供大家参考。先说优点，第一 ，2K 165赫兹屏素质较高且出厂较色。以往的高刷新率加广色域的屏幕非常少，去年我只在 Y90K 一款笔记本上见到过，分辨率呢还是 1080P 的。没想到这才过了几个月啊，华硕就把 2K 165的广色域屏搬上来了。这款屏幕可以说是文能修图做设计，武能吃鸡打天梯。要是再加上色彩管理就更好了。第二 ，CPU 采用液晶散热，在全能本的体型里，想要做好散热是非常难的。可以看出，华硕在幻视5的散热上下了不少功夫，不仅热管多、鳍片多 ，CPU 也用上了液晶，在单烤 CPU 的情况下，可以做到60瓦的性能释放。对于高能耗比的 R9 来说，可以发挥绝大多数的性能了。第三，使用90瓦时的电池，容量较大。对于那些内容创作用户来说，移动办公也是非常常见的使用场景。幻视5的电池容量在同体积下算是很大的，而且呢，针对续航做了优化也不错。当然了，幻视5的缺点也很明显。第一，不支持独显直连功能。华硕近期发售的新品似乎都不支持独显直连，游戏帧数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核显拖后腿。第二，没有内置色彩管理软件。幻视5配备了一块素质很好的屏幕，还给它做了一个出厂校色，本来呢是很适合作为内容创作用户使用的，但是没有色彩管理，让它在很多 sRGB 环境下显示不准，实在是有点遗憾。第三，方向键仅半高大小，没有数字小键盘。从 C 面的布局来看，键盘的两侧还有很大的空间。不过呢，华硕在这里做了一个音响的开孔，如果把键盘和音响稍微挪一挪，应该可以放下小键盘。就算放不下，那么全高的方向键总可以做吧？只能说现在大家想要一款键位正常的笔记本，实在是太难了。说了这么多，最后总结一下适合买它的人群吧。总体来看，幻视5拥有小钢炮级别的配置，再加上个性的外观和不错的性能释放，比较适合那些对屏幕素质有较高要求、需要兼顾便携和性能的内容创作人士使用。不过呢，它的屏幕缺少色彩管理，没有独显直连和小键盘，而且呢，内存是2BG 的板载，这些缺点也会劝退一部分用户。当然了，这些问题在缺货的大背景下都显得不值一提啊。这台电脑从发售起就一直缺货，京东蹲点抢都抢不到，不想加价从黄牛手里买的话，还是得再等等。在视频的开头我就说过，幻视5是我很期待的一台笔记本，但是呢，实际测起来，它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个还没有打磨完全的产品。幻视5的想法其实很好，做一台屏幕很强、性能很强、外观炫酷的全能型小钢炮，它也确实做到了，但是实际用起来却并没有那么爽。像屏幕边框、色彩管理、键盘布局这些不大不小的问题，以华硕的实力来说不难改正，但是幻视5都没有做。那希望下一代的产品上，这个系列可以做得更完美一些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长按点赞，一键3连支持我们。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，可以关注比巴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，我每天都会在里面点评一款电脑。这台电脑或许良心，或许坑爹，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：交流买本心得，帮助电脑小白。这里是比巴评测室，我是猪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